将它赢家，喜不喜欢，潇不潇洒，快不快乐，去享受它。哎，那请吃吧，来来，很好吃的，别客气了。那，谢谢。方医生啊，你为什么今天说话好像有一点怪怪啊？我你是不是喉咙不舒服啊？那你不用担心，这些薄饼没有辣椒的，我从来不让我女儿吃辣的。哎，吃吧吃吧。哎，方医生啊，那你结婚了没有啊？你家里有几个人啊？妈，你调查户口啊？啊，不是不是，我只是想知道方医生是不是自己一个人住。如果是的话，那家里的衣服可以送来我们店里洗。哎，方医生，那你是不是自己一个人住啊？思婷，那你快点把店里的地址写给方医生。哎，方医生，以后你家里有什么传单啊、衣服可以送来我们店洗，我打7折给你。妈，你怎么招生意招到这里来了？对不起，现在很晚了，不能在病房里面吃东西。方医生。谢谢你啊，方医生。谢谢啊，再见啊。再见啦。忘了问方医生今年几岁？哎呀，妈，你干嘛？他看起来也有30多岁。年龄方面呢，可能距离大了一点。不过，妈，你到底想干嘛？嫁给医生不错哈。你看上了方医生了？我是看上他，不过是看上他当我的女婿。拜托你了，妈。嫁给医生好啊，你身体那么弱，有个医生老公照顾你，我就放心了。你饶了我吧。哎，我看得出你对他印象很好。既然他还是单身，你就不要走宝啦。哎，奇怪，他条件那么好，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呢？难道他是那种人？你干嘛？晕倒了。我在为你的终身大事操心啊，你还这个样子。现在不是在演古装戏呀，是不是要指腹为婚？哎呀，很晚，你回去吧。好了好了，你明天出院，我叫火叔来接你啊。不用，我自己回去。火叔明天休假。都说不用了嘛。你说你妈我像演古装戏，我看你啊也现代不了哪里去。妈跟火叔在一起，你不顺眼对不对？我不想干涉你，可是明天没跟爸离婚，你就是他的妻子。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要谈这个，一谈的话就要吵架了。我先走了，你睡啊。小心点哦。你怎么在这啊？哎，是你叫我来看他了，你忘了？哎，对了，我在我工作地方拿一些好的东西来给他吃。你干嘛不拿进去呢？本想进去的，我在门口听到你们有说有效的，把扫你们信就不进去了。呀，他怎么样了？明天就可以出院了。明天可以出院。哎，反正明天你要开店上，我来接他。不用了，让他自己回去吧。我明天有空，我没有做工。对吧？你是怕他不高兴啊？这孩子一犟起来的话，就像那个头风爸爸一样了。啊，不要不要这样啊！我有一种感觉，他迟早也明白我的心意的。啊，反正明天他出院了，那这个东西你拿回家去了。这么重你要我拿？那我吃亏，我帮你拿回去。你吃亏，你不懂多想啊！其实你比我还更清楚呢。哎，对了，自从事情回来之后呢，我们很少有机会在一起啊。还有啊，我很少在你家过夜了，就可怜我这苦命人嘛啊。你可怜啊，最阴险的人就是你了。是啊，我是很阴险的。快来快来。
有没有搞错？5根火柴。真的好心情。嗯？哎呀，一定是看电视看到睡着了。我把东西放在厨房。哇，比我还心急！我来了，爱人！哎，干嘛打我？哇，你干什么你？哎，月平，你干嘛打我啊？打我屁股干什么呀？哎，床上有人，谁来着？谁在我床上啊？喂，谁？哎呀，干嘛那么大声？吵得人家都没有好觉睡啊！什么事啊？你是谁呀？干嘛在我房间？谁带你进来的？喂，你还赖在床上，还不快点滚下来！下来就下来嘛，干嘛那么大声？文明点好不好？你莫名其妙啊，在我床上还说我大声，这，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听我说啊！是不是你带他进来的啊？是我带他进来的啊，不过我是让他睡我的房间了。喂，你怎么会跑到我姐的房间来啊？我也不知道啊，我起来上厕所，上完厕所又回房间睡，睡着睡着就感觉有人抱着我。哎呀，我不知道是他嘛，我又不是故意的。我想他可能睡到迷迷糊糊，走错房间了哈。我想也是这样吧，我对这边又不熟，走错房间那很正常的。大姐啊，你不要紧张嘛，没事的啊。没事。哎呀，那个是主人房的厕所，这个门才对啊，哎呦。我就说我没有方向感嘛。各位，我
难。啊，完了，我来查一下你的东西。慢着，干嘛，大姐？我要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东西不见。哎了妈姐，没那么严重，他只是走错房间而已。既然他会走错房间，说不定啊，他也会拿错东西。那你就是说我手脚不干净了？你们呢，就是喜欢戴着有色的眼镜看人呐。背地里说我们是乌鸦也就算了，现在还要诬赖我偷东西。如果今天不是我，好是一个老外走错房间，你还会这样诬赖他吗？我们离乡背井呐，千里迢迢来到这边，也是为了找口饭吃啊，干嘛这样糟蹋我们呢？没凭没据，你凭什么说我偷东西？我没有说你偷东西，我只是……哎，我来。我们只是想检查一下，要是没有东西不见的话，那大家可以安心睡觉嘛啊。对啊。说来说去，还不是怀疑我偷东西？好端端的东西怎么会不见呢？我哪有那么大本事来偷你们家东西啊？你这不是瞧不起人吗？好，算了，没事啦。那可不好吧，大姐，你最好还是仔仔细细把你家检查一遍呢，不要现在说没事，到时候少什么东西赖在我头上，我是水洗也洗不干净的。那你想要我怎么样啊？不是怎么样，现在是你要怎么样？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怎么样？行了吗？当然不行啦！你要给我一个合理的公道吧，你不能随随便便说我偷东西的，一句算了没事了就一了百了了。你说到头来好像是我的错啊！你这个女人到底从哪里跑出来的？我要给自己一个道理嘛，人是要讲道理的，对不对？天大地大不如理大。OK，你们越吵，我的头就越大了啊！我不想跟他吵的，我已经跟他讲算了啦。我也没有跟他吵啊，我只是要给自己一个公道嘛。OK，一人少一句，回房间睡觉。有什么事明天再讲啊！睡觉。明儿再说。对呀，明儿再说啊。不行。怎么不行啊？当然不行了，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明儿再说啊，就是推堂获去啊。我一家15口人呐，死到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告诉自己啊，我是从死里活过来的，以后啊，我要活得更有尊严，活得更像一个人。今天这个地方无论如何，我是没有办法待下去了。我宁愿要去睡公园、睡马路啊，也不要在这个侮辱我灵魂的地方多待1分1秒。喂，一个有尊严的女人，喂，你干嘛啊？那这是我的衣服，你要不要检查一下？不必啦。苏先生，在我的内心深处啊，还是非常感谢你的。再见。喂，哇，这有骨气的，说走就走了。怎么样？哇，你也欣赏他是吗？我干嘛欣赏他呢？这么麻烦女人，我不欣赏。还有你呀，请他跳歪茶就好，干嘛把他带回家呢？姐，他刚才明明讲1家12口，怎么现在变成1家15口啊？哎呦，不对，快检查你们东西！走。我的镜面不见了！我的老泪啊！
姐啊，椰浆饭的香味。可是这个味道不像是我们的椰浆饭。难道他们也要卖拿西勒吗？哎呀，那不是要跟我们抢生意，那就糟糕了。对了，那他们就糟糕了。在荷兰村这个地方卖拿西勒吗已经是够笨的了，现在还在我们店隔壁卖拿西勒吗，那就不只是笨了，而是自找死路啊！我就等着他们怎么死。他们是炳辉的亲戚，等我跟炳辉注册结婚，他们也变成我的亲戚。可是如果他们卖椰浆饭，大姐你会把他们当敌人的，那不是从亲戚变敌人，怎么办呢？好像不是这样的味道哦。这个椰浆的味道是不是重了一点？而且我还觉得少了那种时钟带松的感觉。吃在嘴巴里好像味道不太一样啊。我在5星级酒店做了20年的厨师，最拿手就是椰浆饭。在新加坡这个地方，我敢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你吹牛！什么5星级酒店、10星级又怎么样？不好吃就不好吃嘛，说那么多有什么用？你怎么知道不好吃？我眼睛一看，鼻子一嗅就知道咯。你敢这样跟我讲话啊？你知道吗？我上过报纸，上过电视，很多家5星级酒店都真的请我。对啊，你煮的拿西拉玛是给酒店的客人吃的，就像我大姐常说的，酒店的客人从哪里来？不是日本哦，就是美国了。他们总会吃得出真正好吃的拿西拉玛。只要你放点椰浆下去，他们就会说好吃好吃。这种饭谁都会煮咯。你简直胡说八道！你给我滚！哎，洪师傅，你先别激动嘛。那你又怎么知道这个纳斯罗玛不好吃呢？我都跟你说了，我用眼睛一看，鼻子一嗅就知道了。这锅椰浆饭的椰浆下得太多了，嗅起来很香，可是你吃多几口就腻了。不相信你试一试咯，他骗你们的。你算什么东西啊？我当了20年的厨师，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你敢跟我这样大呼小叫？只要你不要骗他们，我就不会对你大呼小叫了。你不要相信他，如果你卖那种饭呢，你们一定包死的。只有我大姐的椰浆饭才是天下第一。你，哎，洪师傅，来，不好意思，他不懂事了。哎，我跟你讲啊，你还是先回去吧，我改天再打电话给你，慢慢跟你研究嘛。哎，就这样了，洪师傅，不好意思。哼。你真的不要相信他。我谢谢你的意见，还不知道你怎样称呼呢？什么？我哥的意思是说你叫什么名字哈？炳辉没有告诉你们呐，我叫莫晶晶。你们一定是他的堂弟堂妹，对不对？哦，是，莫小姐人真好。哎呀，不要叫我小姐了，很怪了，叫我晶晶好了。那我就不客气了。晶晶啊，其实我们不是来跟你们抢生意的，做生意嘛，大家都希望能够赚钱，生意兴隆，所以很高兴你能过来提醒我们。对啊，大家开门做生意，你打我，我打你就没有意思了，不如以后相互照顾，你说对不对？对啊，我们做亲戚，不要做敌人。对，对。我先走了，要不然大姐找不到我了。OK， 好，拜拜。 OK， 拜拜。哎，对了，下个星期3你们会去吗？我们有空的话一定会来。啊，对。拜拜。二哥，我看他是认错人了吧？我看他这个家伙 IQ 有点低，我们可以将计就计，说不定啊，可以从他嘴里套出椰浆饭的秘诀。好，主意。哎，晶晶啊，今天思婷出院，我要去接她，这里交给你啊。哦，你收钱找钱你要小心嘞，不要搞错啊。知道了。对，小心隔壁那些人呢。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小心他们呐。隔壁啊，
晶晶，哎，你们来了，过来坐啊，我们倒水给你们喝。不用客气了，我们只是过来看看你的。你们真好，我们到那边坐吧。啊，这边坐啊，谢谢。哎，炳辉有没有跟你们联络？有啊。哎，真的啊？那他在日本办画办得怎样？哦，还不错吧。他说啊，他在星期3之前一定会赶回来的。对了，晶晶啊，我们可不可以尝一下你们的椰浆饭呢？可以啊。哎，不用麻烦你了，我们自己来，你去忙你的吧。好啊，放在那边，要吃多少就拿多少。自己人了，不要客气。我倒水给你们喝。好。啊，谢谢你啊，晶晶，那我们真的不客气了。果然不同啊。哇，香而不腻。我想啊，一定有独门的秘方。嗯，这个味道跟洪师傅煮的一点都不同。哎，你们谈什么？过来喝水啊！哦，我刚才跟我妹妹讲啊，你们做的椰浆饭实在太好吃了，我们刚才那个大师傅一点都比不上你们的。当然啦，大姐，椰浆饭有独门秘方的。哦，我就猜对了，椰浆饭说起来呢很容易，人人都会做的，但是要做到顾客吃了会再回头呢，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哈。对啊对啊，大姐这么说。所以啊，没有独门秘方是绝对煮不出美味的椰浆饭的。是啊，那怎么样才可以煮出这么好吃的椰浆饭呢？那个秘诀又在哪里呢？哎，晶晶啊，我这个人就是这么好奇的，你可以告诉我吗？当然没问题啊。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啊。大姐秘方从来不让我们知道的。她说她怕如果我们嘴巴不密，给外人知道了，我们就糟糕了。特别是我，大姐整天说我没脑没脑的，给人骗了都不知道。所以她独门秘方是什么，连我们这些弟弟妹妹都不知道的。真的，我没有骗你们呢。既然是独门秘方，当然要神秘一点，否则就不显得珍贵了吧？嗯，对对对对。啊，那晶晶，我们可以参观一下你们的厨房吗？可以啊，进来呀，进来。这里就是我们切菜的地方了，还有那里啊，就是大姐煮椰浆饭的地方。通常我会帮她炸鱼、炸午餐肉的，可是菜和手冬她都不让我动，因为她怕我把菜炒得太烂，把手冬炒得像塑胶一样。哎，可是啊，我酱鱼仔很好吃的，连大姐都赞我炸得又香又脆又好吃，你们试试看啊！真的是很好吃啊！哎，晶晶，你是怎么炸的？可以教我吗？当然可以啊。你在忙吗？我现在空闲得很，你呢？今天心情怎么样？有点紧张和不安。为什么？你今天要去面试吗？
不是，我暂时还不想转换工作。忘记问你从事什么工作？服务业。真巧，我也是在服务业，这份职业不好做，怪不得你会紧张和不安。是不是要服侍大人物啊？哎，到了。是啊，到了。那么快呀、来，天霞。不用啦，万大姐收起来吧。不行啦，你是客家德式吃饭的吗？一定要的，意思意思啦，500应该够了哦。谢谢你啊。万大姐，你也喜欢玩 SMS 啊？哦，不是啦，我是在算账啦。哦，慢走啊。拜拜拜拜。哎，范医生，走。上班啦。不是大人物，只是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从国外回来。今天，也许我会见到他。会令你紧张和不安的朋友，一定不是普通的朋友了。如果我猜得不错，4楼。谢谢你啊。那一定是女朋友吧？现在流行啊？是。不错，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流行啊！哦，范医生，你先请吧。没什么好紧张的，如果她还没嫁人，就追回她喽。不过，当然先要看她是不是变了样啦。胖一点是没关系的，有福气吗？又老又丑呢，就不必了。如果她已经嫁人了，那你就幸运啦，可以找一个比她更好的吗？思婷，哎，凤儿大姐，怎么会来？不用看店了。晶晶在帮我看着。我到这里别来了嘛。不要紧的，这个时候店里不忙的。况且你出院有个人陪你比较放心嘛。现在可以走了。还不行，护士说要等医生来签名才可以走。你是说方医生吗？他刚刚上班呢，我在楼下碰到他，还跟他一起坐电梯上来的。这个医生啊，斯斯文文，还一直对我笑啊。是吗？是啊，不像有些医生呢，他眼睛啊好像长在头顶上，
你跟他打招呼啊，他睬都不睬你啊。关医生就不同喽，他看人的时候眼睛都特别温柔啊。除了温柔，还有没有放电啊？你说跟我放电？方医生是不是看上你了？是也不奇怪吗？不过啊，他不是看上我，而是看上你。好多呢，为什么要指到我身上呢？你忘了那天他在你耳边跟你讲话的时候，样子都特别温柔又体贴。那你想想啊，如果那天躺在床上的人不是你这样大美女，而是像我这样的大肥婆，他那番话说得出口吗？哼，他8成啊是给你迷上了。才怪呢！方医生对每个病人都是一样的。昨天我看到他安慰一个老人，老人感动的拉住他的手说：“医生，你比我的孩子对我更好。”是吗？这样就难得了，不像有些医生啊，整天脸臭臭，你好像欠他100万这样啊。还有一些更糟啊，他假说要跟你打针啊，他是要趁机啊看你的屁股啊，好像那个阿迪医生就是这个样子咯。大姐，别提那件事了。不提这样的烂医生，哪里显得出方医生的好哦？不过如果方医生真的是追你的话，那就真的好。应该是他来了。是你啊！安迪你好，早。早。安迪，大姐不会叫一声吗？你今天觉得怎么样？很好，方医生说我今天可以出院了。他跟我讲过了。那为什么不是他来？他今天很多病人要看吗？你觉得呼吸有点不顺畅吗？不会。很好，那你出院以后要多到公园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哦。请问我可以走了吧？怎么了？住2天就闷坏了？等我看你的血压。我血压很正常。我看是吧？不错啊，可以当医生了。那我可以走了吧？可以，不过你出院之前我要帮你检查多1次。不必了吧？很快的。你是不是故意的啊？ Auntie, please wait outside. Jaga. Itu orang ah banyak kata no. Dia suka tengok pantat orang ah. Okay. Jaga. What did she say? She say you very handsome and so friendly. Really? 刚才那个阿迪医生有没有对你动手动脚？有的话，我们去 complain 他。这种人哪里可以给他做医生？没有啦。哪里有医生连打针都把针打断了？我看那样子根本都不像医生，肯定是个冒牌的。文文大姐，你等等我，我忘了拿一样东西。那好，你去，我在前面等你。Can you help me pass this book to Dr. Fong? Tell him I say thanks. Okay, sure. Thank you. Dr. Fong? Someone asked me to pass to you. Remember the lady from room number 103? Yeah. She asked me to pass you. Really? I think she liked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什么你的什么小星星？Dr. Fang，你华语很好，帮我看什么字来的？好。是林思婷送给我的。哦，抓住属于你的那颗小星星。抓住属于你的那颗小星星，什么意思呢？我知道了，他在暗示我。也许吧。那我要抓住这颗小星星喽。这里都是很新式的啊。现在的设备都很先进了，院长。是。你看这些房间都是最先进的。都是很新式的啊。现在的设备都很先进了，院长。是。你看这些房
房间都是最先进的。哎，朵朵芳，来，院长，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朵朵丹，这位就是朵朵霍，朵朵霍也是朵朵丹的太太。我们已经认识了，是吗？是啊。老同学了。哦，若文，你好。你好。嗨，好久不见。嗨。嗨，嗨，我听护士小姐说你常在这边吃午餐，习惯了。这就是你的午餐啊？嗯，怪不得你的身材依然保持得这么好。你也一样啊。哦，不一样了。我要是一疏忽的话呢，这个小肚子啊就会跑出来了。所以你会常常看到我做深呼吸，做腹部运动。不介意一起吃午餐吧？好啊，试试看，这里的三文治很不错的。是。艾文呢？哦，他进手术房了。刚刚有个紧急病人。我还以为你们今天只是来看看而已。没有啊，哎，我并不想浪费时间，因为这一次我们只回来1年。谢谢。难得请得到你们回来。可别把我们捧得太高哦。其实能做心脏移植手术的医生并不多。夏布的心脏移植手术也做得非常出色。这一次我们主要是回来交流的。哎，对了，你还喝咖啡吗？喝。哎，狗比欧高，你。这里不是狗比店吗？我太想念这里的狗比欧，我可不管了。还是2汤匙吗？嗯。来，试试看。谢谢。就是这种味道了。那些洋人的咖啡就是泡不出这种味道。你知道我们要回来吗？昨天才听说，什么时候到的？前天。这2天呢，我就一直在联络老同学，就是联络不到你。哦，我搬了家，也换了电话号码。那你都没有跟这些老同学联络啊？你知道我的性格。10年不变。我也是从一位老同学那边知道你在这家医院工作，我得意得很，因为我知道你还是躲不了我。对了，何教授他还好吧？我父亲在2年前过世了，不过他并没有什么病痛，他是在睡梦中走的。我在想，以后如果我也像他这样子离开人世的话，那就太幸福了。哎，你呢？你结婚了吗？是不是条件定得太高啦？我的障碍还是无法克服。你是说语言障碍？怎么会呢？你现在不是很好吗？哦，我知道了，你是在跟我开玩笑。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你一定能够克服这个问题的。克服，只有在强烈地工作的时候，才能克
福，要不然。我现在在外面找朋友嘛。请问要什么菜？一个hot dog，一个鸡翅膀，一个欧打。哦。妈，待在医院2天已经闷死我了，我才不要闷在家里。你在外面啊，别乱吃东西。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啊，记得早点回来啊，拜拜。思婷啊，原来跑到女金刚那边去。对他，哎，月萍啊，我买了烟，我给你跟思婷喝啊。不用啦，对他那么好干嘛？他没良心的。你干嘛你？他一出院就跑去女金刚那边，还骗我说去朋友家。你说我养他那么大有什么用啊？全是白费我的功夫啊！啊，对啊，人家说叫母女连心嘛。捏你的头啊！我已经够气，你还想刺激我啊？不要气，你不要气，你听我说嘛。那思婷知道你跟女金刚不合，又整天往那边跑，你不能不相信这母女连心哦。什么母女？那个女金刚有尽什么母亲的责任吗？我跟思婷才是母女啊！我就是这意思嘛。哎呀，你干脆就告诉思婷说，让女金刚的真面目，让她知道，哎，谁对她比较好，比较疼她，那哪个妈妈比较好？说你的头啊！万一我告诉思婷，她一点不恨她的话，那我不是什么都没有吗？你走开呀！把思婷拉回来！难道看你们2个人连成一条心啊？没时间了，你锁门呐！哎，你等我们，等我啊！谢。思婷啊，你可以帮我跟妈妈？什么事啊？我想到乌节路去，可是大姐一定不让我去的，你帮我想想办法。你要去乌节路干嘛？买东西啊？我要买一件这样的衣服。哇，这种衣服很贵的哦。不要紧的，大姐刚刚给我这个月的薪水有500块钱呢，500块应该够啊。你干嘛要穿得这么隆重？有需要吗？当然有啦，我处理衣服怎么可以穿去？穿去哪里？婚礼吗？你怎么知道？除了喝喜酒，大概很少机会穿得这么隆重。我看你不用花钱了。我参加毕业会的时候做了一件晚装，到现在才穿了1次。你拿去穿就行了。不要啊！我长得那么大，都没有一件漂亮的衣服。难道我整天就只能穿这些 cheap 的衣服吗？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重要的日子里，我要穿得漂漂亮亮的，像明星一样。看你那么紧张，到底是谁结婚？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思婷啊，来，喝汤。哦，这汤啊，我炖了一整个早上的。大姐，你炖什么？好香啊！哎，这些啊是给思婷喝的。问大姐，为什么这么麻烦炖汤呢？不会麻烦呐，你刚刚出院吗？一定要补一补的。这个是啊，冬虫草枸杞炖排骨，喝了补血补气。嘿，这个不是给你的啦。这么多我喝不完，晶晶一起喝吧。好啊，不用了，他不用补的，他身体好好的吗？你刚刚出院，你喝。晶晶啊，你肚子饿的话，你去吃那些菜豆咯。菜豆今天炒多了，等一下卖不完啊，倒掉又浪费。你要喝，要吃去吃吧。好，思婷啊，这汤你全部要喝完呢。哦。不公平的。长长的路，长长地走着，走了多久，已不记得。路过的人是什么角色？想了很久，我已经累了，最初的。最近的。